30分钟听完一本书，今天我们聊鬼谷子。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是站在台前的那个，而是躲在幕后操盘的那个；不是声音最大的那个，而是一句话不说，却让所有人按他的意思走的那个；不是冲在最前面拼命的那个，而是坐在暗处看清全局，然后轻轻拨动一根弦，就让整盘棋翻转的那个；不是教你怎么打赢对手，而是教你怎么让对手主动把底牌亮给你看。鬼谷子全书不过几千字，但就这几千字，培养出了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商鞅、李斯，这些人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能搅动天下格局的超级玩家。而他们的老师鬼谷子，一辈子没出过山，没当过官，没带过兵，却被后世称为千古谋圣。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我给你一句话总结，它讲的是怎么用语言和信息控制人心，怎么在不动声色中把所有人变成你棋盘上的棋子。听起来很黑暗，但这就是人类社会运转的底层代码，不信我们慢慢拆。先说这本书的时代背景。鬼谷子诞生在战国，那是一个什么时代？是周天子名存实亡，旧秩序彻底崩塌，所有人都在抢地盘、抢资源、抢话语权的时代。是贵族体系瓦解，平民第一次有机会靠脑子翻身的时代。是信息成为最稀缺资源，谁能掌握信息差，谁就能吃掉对手的时代。你想想，今天的商业世界像不像？旧行业在塌方，新赛道在涌现，平台在洗牌，流量在迁移，每个人都在焦虑，每个人都在找出路。2000多年前的战国和今天本质上是同一场游戏，只是换了个皮肤。而鬼谷子这本书就是写给那些想在这种乱局里活下来，活得好，活到最后的人看的。他不讲仁义道德，不讲忠孝节义，他讲的是人心是怎么运作的，语言是怎么操控人的，信息是怎么变成权力的，以及你怎么在一个所有人都在博弈的世界里，成为那个最后收网的人。好，我们正式进入这本书。鬼谷子开篇第一章叫百合，这2个字是整本书的总纲，百是打开，合是关闭。翻译成现代化就是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闭嘴，什么时候亮牌，什么时候藏牌，什么时候进攻，什么时候收缩。这是一切博弈的起点。你以为说话是张嘴就来的事，错了。鬼谷子告诉你，说话是这个世界上最精密的武器，用对了4两拨千斤，用错了引火烧身。百合的核心逻辑是什么？是控制信息的流动方向。你想让对方说真话，你就先打开他，让他放松，让他觉得你值得信任，让他觉得跟你说话很安全。你想保护自己，你就关闭自己，不暴露意图，不暴露底牌，不暴露情绪。一开一合之间，主动权就在你手里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张仪。张仪是鬼谷子的学生，战国时期最顶级的纵横家之一。他干了什么事？他靠一张嘴，把楚国从6国联盟里拆了出来，直接导致合纵瓦解，秦国一统天下的战略格局由此奠定。他怎么做到的？他去见楚怀王，跟楚怀王说，秦国愿意把商於600里地割给楚国，条件是楚国跟齐国断交。楚怀王一听，600里地啊，天上掉馅饼了，当场就跟齐国翻脸了。结果呢，等楚国真跟齐国断了，张仪翻脸了，说我说的是6里，不是600里，你听错了。楚怀王气得发兵打秦国，结果被打得大败，丢了更多地。你看，这就是百合术的实战应用。张仪先用一个巨大的利益诱惑打开楚怀王的贪欲，让他主动暴露自己的底牌，主动切断自己的盟友。等楚怀王把自己的退路全部封死之后，张仪再关上门，翻脸不认账。整个过程里，张仪没用一兵一卒，没花1分钱，就靠信息操控和人性拿捏，把一个大国的战略格局彻底打乱了。这就是鬼谷子说的，百之者料其情也，
何知者竭其诚也。打开别人是为了摸清他的真实想法，关闭自己是为了让对方相信你的诚意。这在今天叫什么？叫谈判术，叫信息战，叫认知操控。你以为那些商业谈判桌上的高手靠的是什么？靠的不是嗓门大，不是拳头硬，靠的是谁能先看清对方的底牌，谁能让对方按自己的节奏走。鬼谷子第二个核心概念叫反应。注意，这个反不是反对的反，是反复的反，是翻转的意思。反应篇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怎么通过提问和倾听来获取对方的真实信息。鬼谷子说，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脸，欲高反下，欲曲反语。你想让对方开口说话，你就先沉默；你想让对方张开心房，你就先收敛自己；你想站到高处，你就先放低姿态；你想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你就先给他点什么。这是一套完整的反向操控逻辑，它的底层原理是什么？是人性的镜像效应。人天生会对跟自己同频的人产生信任，天生会在感觉安全的环境里放松警惕，天生会在觉得自己占了便宜的时候铺露真实意图。鬼谷子把这套人性规律摸得透透的，然后教你怎么利用它。我给你举个反面案例，庞涓。庞涓也是鬼谷子的学生，跟孙膑是同门师兄弟。庞涓这个人才华是有的，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藏不住。他的嫉妒藏不住，他的野心藏不住，他的恐惧藏不住。当他发现孙膑的才华比他高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合作，没有选择借力，他选择了迫害。他把孙膑骗到魏国，然后陷害他，挖了他的膝盖骨，在他脸上刺了字。他以为这样就能永远压制孙膑，但他犯了鬼谷子里说的最大的错误，他暴露了自己的意图，暴露了自己的恐惧，暴露了自己的底牌。孙膑装疯卖傻逃出去之后，对庞涓的一切了如指掌，因为庞涓已经把所有信息都亮出来了。他怕什么？他要什么？他的弱点在哪里？全部暴露了。后来马陵之战，孙膑用减灶之计引庞涓进入伏击圈。庞涓追着追着发现中计了，但已经来不及了。他在那棵树下看到孙膑留给他的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然后万箭齐发，庞涓死了。你看，庞涓学了鬼谷子的术，但他没学到鬼谷子的核心。鬼谷子的核心是什么？是控制自己，然后才能控制别人。庞涓连自己的嫉妒都控制不了，怎么可能控制全局？他是被自己的情绪反噬的。而孙膑呢？他在最痛苦最屈辱的时候选择了隐忍，选择了装疯，选择了把所有的怒火压在心底，等待那个精准的时机。这就是鬼谷子说的和，在该关闭的时候关闭自己，不铺路，不泄愤，不冲动，等到该打开的时候一击致命。鬼谷子第三个核心概念叫揣摩。揣是揣度，摩是揣摩。这两篇说的是怎么判断一个人的真实想法，怎么找到他的软肋，怎么在他没有防备的时候把他的心理防线攻破。揣篇说，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事往而击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引其情。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想摸清一个人的底，就在他最得意最开心的时候去接近他。因为人在高兴的时候防备心最低，欲望最外部，最容易说真话，铺露真实想法。摩篇说，摩者揣之术也，昧服者揣之主也。摩是揣的延伸，你先揣度出对方的内心状态，然后用相应的方式去触动他，让他的内心产生共鸣，让他觉得你懂他，让他主动向你敞开。这在今天叫什么？叫用户洞察，叫精准营销，叫同理心沟通。你看那些顶级的销售，那些顶级的投资人，那些顶级的管理者，他们最强的能力是什么？不是专业知识，不是行业经验，是读人的能力。他们能在3分钟之内判断出坐在对面的这个人想要什么，害怕什么，在乎什么，底线在哪里。
然后他们就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给什么不该给什么，该在什么时候出手，什么时候收手。这种能力就是鬼谷子说的揣摩之术。我再给你举个正面案例，苏秦。苏秦第一次出山的时候失败了，去秦国求职被拒绝，灰溜溜回到家，穷困潦倒，家人都看不起他。他嫂子不给他做饭，他老婆不跟他说话，他父母不正眼看他。这种羞辱对一个有野心的人来说是要命的。但苏秦做了什么？他没有崩溃，没有放弃，他闭门苦读，头悬梁锥刺股，重新研究天下大事，重新分析每一个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心理弱点。1年之后，他再出山，这次他没有去秦国，他去了燕国、赵国、韩国、魏国、齐国、楚国，挨个游说。他对每一个国君说的话都不一样，因为他揣摩透了每个人的恐惧和欲望。对燕王他说的是安全，你不合纵秦国打过来，你第一个死。对赵王他说的是面子，你是大国，你应该带头，不然别人怎么看你。对楚王他说的是利益，合纵了你的商路就通了。每个人听到的都是自己最想听的话，每个人都觉得苏秦是自己人。结果呢，苏秦一人陪6国相印，成了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人。从一个被家人嫌弃的穷书生，变成了操控天下格局的超级玩家。这就是揣摩术的终极应用。它不是靠武力，不是靠资源，靠的是对人心的精准把握，靠的是对信息的精准运用。鬼谷子第4个核心概念叫权谋。权是权衡，谋是谋划。这一天说的是怎么在复杂局面里做出最优决策。鬼谷子说，谓之书机，以迎之随之，以前合之，以义一致。意思是你要成为那个枢纽，成为那个所有信息汇聚的中心点。别人来了，你迎接他；别人走了，你跟随他，用利益锁住他，用诚意安抚他。你不是去追着某一个方向跑，你是站在中间，让所有方向都围着你转。这在今天叫什么？叫平台思维。你看今天最赚钱的公司是什么样的？不是那些在某个环节里拼命干活的公司，是那些把自己变成枢纽的公司。他们连接供需双方，他们掌控信息流动，他们站在中间收取过路费。这就是鬼谷子2000多年前就说透的逻辑，为之枢机，你要成为那个枢纽。但这里有一个极度反直觉的辩证。鬼谷子接下来说了一段让很多人看了后背发凉的话。他说，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圣人用的方法是隐藏的不可见的，愚蠢的人用的方法是外露的张扬的。这句话是整本书最具颠覆性的观点。他告诉你，真正的高手从来不让你看见他在操作。你看见的那些高调的、炫耀的、张扬的，往往不是真正的强者，是那些正在被真正的强者当棋子用的人。真正的强者在哪里？在暗处。他不发声，但他在布局。他不露面，但所有人都在按他的意思走。他不争功，但最后的果实全在他手里。这就是阴道的力量。你看张良、刘邦建立汉朝之后，论功行赏，韩信要了军权，萧何要了丞相位，张良要了什么？他要了一个留侯的虚名，然后就去修道了。他要的不是权力和财富，他要的是命。因为他看透了，功高震主的人没有好下场。韩信后来被杀了，萧何后来差点被杀，张良呢？善终。这就是圣人之道阴。他在最该隐藏的时候隐藏了自己，在所有人都在抢蛋糕的时候悄悄退出了牌桌。这不是怯懦，这是最高级的智慧。鬼谷子里还有一个概念叫飞前。飞是飞扬，是赞美，是把人捧起来。前是钳制，是锁住，是在对方挑起来的时候牢牢控制住他。飞前术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怎么用赞美和认可来控制一个人。人性里有一个最深的弱点，就是渴望被认可。不管你多强大、多理性、多冷静，当有人真诚地赞美你、肯定你的时候，
你的防线会瞬间下降。鬼谷子抓住了这个弱点，教你怎么用它。先飞，把对方捧上天，让他觉得你是他的知己，让他觉得你是唯一看懂他的人。然后前，在他放松警惕的时候锁住他，让他按照你的方向走。这在今天的职场里、商场里、人际关系里无处不在。那些最会拉拢人的领导，那些最会谈判的商人，那些最会经营关系的人，用的都是这一招。先给你想要的，然后让你给他想要的。不是强迫，不是威胁，是让你心甘情愿。我给你说一个现代案例。你看那些顶级的投资人是怎么跟创业者打交道的。他们见创业者第一面说的话永远是：你这个项目太棒了，你这个人太有才华了，我太看好你了。这是非。然后呢，等创业者飘了，觉得终于遇到伯乐了，投资人开始谈条件了。估值要压低，股份要多拿，一票否决权要有，对赌协议要签，这是钱。创业者在那种被认可的兴奋中，很容易答应那些本来不该答应的条件。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合同已经签了。这就是非钱术的现代版本。不是说所有投资人都是坏人，而是这套逻辑在任何涉及利益博弈的场景里都在运作，不管你看没看见。鬼谷子第5个核心概念叫五合。五是违背，合是顺应。五合篇说的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深刻哲学。在一个多方博弈的世界里，你不可能跟所有人都站在一边。你选择了 A， 就意味着你违背了 B， 你顺应了 C， 就意味着你忤逆了 D。 关键不是避免冲突，而是选对方向。鬼谷子说：事无常贵，事无常失。天下没有永恒的尊贵，做事没有永恒的老师。你今天跟的人明天可能倒台，你今天学的方法明天可能失效。所以你必须有独立判断的能力，必须能在变化中找到那个最适合自己的位置。这在今天叫什么？叫选赛道，叫选阵营，叫站队。你以为工作只是努力干活就行了吗？你以为创业只是把产品做好就行了吗？不是的。在任何一个涉及多方利益的系统里，你站在哪边比你干了什么更重要。这不是教你搞办公室政治，这是教你看清楚格局。我给你举个例子，李斯。李斯也是那个时代的顶级玩家。他年轻的时候在厕所里看见一只老鼠，瘦小惊恐，见人就跑。然后他去了粮仓，看见粮仓里的老鼠肥硕从容，看见人都不怕。他悟了，他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蚁，在所自处耳。人的高低贵贱就像老鼠一样，取决于你所处的环境。这就是五合篇的核心，选对位置比努力重要。李斯选了秦国，选了嬴政，然后他从一个楚国小吏变成了大秦丞相，参与制定了统一天下的战略。他的选择是对的，但李斯后来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秦始皇死后，他面临一个新的选择题：支持扶苏还是支持胡亥？他选了胡亥。为什么？因为赵高跟他说了一番话，精准地揣摩到了他的恐惧。李斯害怕什么？他害怕失去权力，害怕扶苏上台之后用蒙恬取代他。赵高用这个恐惧钳住了他，让他参与了矫诏。结果呢？胡亥上台之后，李斯被赵高反杀，腰斩于咸阳市。你看，李斯一辈子都在实践鬼谷子的五合术，年轻的时候选对了，所以飞黄腾达；老了的时候选错了，所以身首异处。错在哪里？错在他的判断被恐惧遮蔽了，他的心死于物了。他太害怕失去已有的东西，所以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这跟阴符经说的道理是相通的，心生于物，死于物，鸡在于目。你的心被欲望或恐惧占据的时候，你就看不见真正的鸡了。鬼谷子最后一个我想重点说的概念叫转弯。转弯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言语的力量可以像转动弹丸一样灵活自如。你的嘴是你最大的武器，也是你最大的风险。说对了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说错了一句话，
可以毁掉你一辈子的积累。鬼谷子说：抠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嘴巴是心灵的大门，心灵是精神的主宰。你说出去的每一句话都在暴露你的内心状态。所以真正的高手说话之前，一定先管住自己的心。心不乱，话就不乱；心有定，话就有力。这让我想到一个人，刘备。刘备这个人被很多人看不起，觉得他就会哭，就会装可怜。但刘备的语言艺术是三国里顶级的。他寄人篱下的时候，曹操请他喝酒，试探他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一出来是要命的，如果刘备接话接错了，当场就是一句死诗。刘备怎么做的？筷子掉了，然后说了句：我被雷吓到了。就这么一个动作，一句话，把曹操的试探化解了。这就是转弯，在最危险的时刻，用最轻巧的方式化解危机，不动声色，不留痕迹。后来刘备去见诸葛亮，三顾茅庐，他说的那些话，字字句句都踩在诸葛亮的心理需求上。诸葛亮想要什么？想要一个值得辅佐的明主，想要一个能让他实现抱负的平台，想要被真正的尊重和信任。刘备给了他这一切，不是用金银财宝，是用语言，用态度，用那种发自内心的谦卑和真诚。这就是飞钱加揣摩加转弯的组合拳。刘备未必读过鬼谷子，但他天然具备鬼谷子里说的那种能力，用语言打动人心，用态度锁住人才，用真诚建立信任。现在我们来说鬼谷子里最具辩证性的一段，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段。鬼谷子通篇都在教你怎么操控别人，怎么用术去赢。但如果你仔细读，你会发现他在最深处藏了一个反向逻辑。他说：非智胜达奥不能御事，非劳心苦思不能圆事，不悉心见情不能成名，才智不会不能用兵，忠实无实不能知人。翻译成现代化就是：不是真正通达大道的人用不了这些术，不是真正下过苦功的人看不透事情本质，不是真正真诚的人识别不了别人的真假。这说明什么？说明鬼谷子的术不是给小人用的，是给那些有大格局、大智慧、大胸怀的人用的。小人用术，术反噬自身。你看庞涓，术够高了吧？结果怎么样？死在自己的嫉妒里。你看赵高，术够高了吧？结果怎么样？被子婴杀了。你看历史上所有靠术上位，最后却不得善终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术高而德薄，是手段精妙但格局太小。术只能帮你赢一时，德才能帮你赢一世。鬼谷子在教你术的同时，其实在暗示你，真正的高手是把术和道合一的人。他用术是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不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他操控局面不是为了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而是为了让整盘棋走向一个更好的结局。这让我想到一个人，王阳明。王阳明不是鬼谷子的学生，但他的行事风格深得鬼谷子精髓。他平定宁王叛乱的时候，用了大量的心理战、信息战诈术伪装。他制造假消息迷惑宁王，他伪造书信离间宁王阵营，他虚张声势拖延宁王进军。这些都是鬼谷子的术，但他用这些术的目的是什么？是平叛，是救百姓于战火，是维护天下安宁。他的术是为道服务的，所以他赢了，而且赢得干净利落，前后不过40天就平定了一场本该持续数年的叛乱。更重要的是，他赢了之后没有居功自傲，没有恋战权位，该交权交权，该让功让功。这就是那种把术和道合一的境界。读到这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有没有认真想过，在你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里，你是那个操控信息流动的人，还是那个被信息操控的人？你有没有认真想过，你说的每一句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还是被情绪驱动着脱口而出的？你有没有认真想过，你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你主动选择的，还是被环境推着走到这里的？
你有没有认真想过，你是那个看见了全局的人，还是那个被局中某一个小角落困住的人？这些问题很残酷，但如果你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你可能一直在别人的棋盘上当棋子还不自知。鬼谷子这本书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不是教你去害人，不是教你变成一个冷血的操控者，它的核心价值是让你看见这个世界有一套关于人心和博弈的底层规则，这套规则一直在运作，不管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你就是被这套规则操控的人；如果你知道了，你至少有了选择权。你可以选择用它去博弈，也可以选择用它去保护自己不被博弈。但无论如何，你不能假装这套规则不存在。让我们把鬼谷子的核心逻辑串一遍。第一层，百合，控制信息的开合，掌握主动权。第二层，反应，通过反向操作获取对方的真实信息。第三层，揣摩，精准判断对方的内心状态和真实需求。第四层，飞潜，用认可和赞美锁住对方，让他为你所用。第五层，五合，在复杂局面中选对方向，站对位置。第六层，转弯，让语言成为你最灵活最有力的武器。第七层，道术合一，所有的术最终要为更大的格局和目标服务。这七层逻辑从外到内，从术到道，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处世哲学。它不是一本教你耍阴谋诡计的小册子，它是一本关于人性、权力、信息和选择的深度教材。最后，我想说一段话收尾。鬼谷子这个人一辈子没出过山，但他教出来的学生改变了整个战国的格局。苏秦合纵，张仪连横，孙膑用兵，庞涓争功，李斯治国，商鞅变法。这些人都是从鬼谷子那里学到了关于人心和博弈的核心逻辑，然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人善终，有人惨死。差别在哪里？差别不在术的高低，在德的厚薄，在格局的大小，在能不能在该收手的时候收手，在能不能在该隐藏的时候隐藏，在能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欲望和恐惧。鬼谷子教的术是一把刀，刀本身没有善恶，善恶在用刀的人。你用它来保护自己，在这个复杂世界里全身而退，它就是一把好刀。你用它来伤害别人，满足私欲，它最终会反噬你自己。2000多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变了无数次，但人性没变，博弈没变，信息的力量没变，选择的重要性没变。鬼谷子这本书在今天的价值，不是教你去做一个阴谋家，而是教你在一个充满博弈的世界里保持清醒，看见那些隐藏的规则，做出更好的选择，活得更通透更从容。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触动，如果你觉得这种解读方式让你对那些古老的智慧有了新的理解，请给我一个点赞，订阅这个频道，我会持续为你解读那些被历史尘封的顶级智慧。它们不是博物馆里的文物，它们是活的，它们就藏在你每天面对的困境和选择里。等你读懂了它们，你会发现原来你一直在寻找的答案，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写下来了。我们下期见。